侬晓得伐？我最近来了看电视剧，吴江竞猜一下，侬猜猜看，我来了看啥个剧？本来准备刷刷意义看完电视剧，这周水一周视频的嘛，结果这个自由党他不省心啊，一刀砍掉了接下来2年35%的本科生学签。加拿大的住房问题能因此得到缓解吗？房地产市场又该何去何从呢？侬好，我是 Norman。最近除了刷剧有点上头啊，还有个加拿大的大新闻。加拿大2024年开始准备砍掉35%的学签，这对加拿大整个国家的运转以及房地产市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学签减少这个政策的具体细节，不是移民的专业人士啊，在这边尽力避免各种错误，万一真的有说错的地方，欢迎评论区告诉我。第一点，2024年学签减少35%，最多只发给36万4千个。不过这个政策只说了2024年学签发放数量下降35%，具体在各个省份之间以及各个大学之间怎么分配还没有出细则。第二点，学签数量下降政策只影响未来申请加拿大学校的本科生，已经在读的人是不受影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中小学生的学签也是不受影响的。第三点，本科生申请学签需要每个省的 attestation letters， 可以算是介绍信，申请过程可以说变得更复杂了。我相信对于资金担保等问题要求也会相应提高，给造假和骗学签的成本上了个台阶。第四点，公校私校合营的本科项目，也就是公校贴牌，私校来正式教课，这种项目将不再可以发学签了。第五点，本科生不再能给配偶提供工签了，只有硕士、博士的部分专业可以继续提供。学签缩减政策与利率调整不一样，利率是针对加拿大整个经济大环境做的政策调整，房地产市场受到波动是被动的产物。学签缩减其实是直接针对房子不够住的专项房地产政策。那么这一系列有关学签缩减的调整政策将对加拿大的发展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第一点，学签减少人数和比例里面，印度留学生一定都是最高的。我甚至觉得可以把这个学签减少政策称为三哥拜拜政策。虽然政策里一点歧视印度留学生的内容都没有直接说明，但是学签减少的细则简直就是在加拿大和印度关系闹掰之后，为了拿印度留学生开刀而量身定做的。2023年6月，因为印度领导人莫迪派人在加拿大暗杀了一个拥有加拿大国籍的印度意见人士，小土豆政府可以说跟印度政府在面子上已经闹掰了。后来又有一条新闻，有700名印度学生通过学历造假骗取了加拿大的学签，想赖在这边不走了。这一下子加拿大整个社会对印度和印度留学生的印象也进一步减了分数。再加上加拿大常年印度来的留学生人数都是占超过总留学生人数 25% 的，一直霸榜第一留学生来源国的位置。这3件事合在一起，注定了加拿大如果要收紧留学生窗口，必然会优先拿留学生来开刀的。上面讲到的5条政策里面的政策3到5可以说是为三哥量身定做的。比如第3条，增加介绍信和资金担保的要求。中国留学生和欧美留学生资金担保通常都不是问题，但对部分印度留学生来说，这个问题会把他们卡住。再比如说第4条，公校私校共同办学的项目被毙掉了。这些学校大多都是传说中的野鸡大学，中国留学生上公私合营本科项目的比例人数是很少的，三哥则多的是。不信你看我这张图，在加拿大，印度留学生读 college 大专的人占比那叫一个高啊！相比之下，中国留学生 90% 还是在读 university 大本的人，其中还会有很多人在本科毕业之后进一步读研深造。相信被公校私校合营的项目卡掉的华人留学生比例会是非常低的，而印度学生比例会很高。第5条，本科生不让带家属来工作。中国的本科留学生大部分都是应届毕业生来上学的，18到20岁的年龄段为主，这个年龄段基本上没有人是拖家带口的。当然现在国内的结婚率也很低啊，30岁也不一定能拖家带口。真的带着家人甚至兄弟姐妹和3个娃来读书，还给陪读的伴侣办工签的，还得看咱三哥。
这3项政策就差亮明身份证，点明说我直接是针对印度留学生的政策，强力的打击了印度留学生来加拿大留学的便利性，并且在学签之外，同时避掉了很多来陪读打工甚至打黑工的群体。看似只减掉了35%学签申请，其实很可能附带减少了50%到200%的编外人员。这批人来加拿大是租房为主的，买不了房子，相信租房市场对于租客来说，接下来压力会小一些。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又一次看出，加拿大土豆政府已经不想管大家能不能买得起房子了，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增加供给来抑制房价，所有的力气都着重在解决大家能不能租得起房子上。从这个角度上看，这几条政策很符合加拿大现在的政治正确，有点意思。我猜无数大洋彼岸的印度留学生最想对土豆说的应该是第二点，越大的城市越牛逼的学校受影响越小，越小的城市越野鸡的大学受到的影响越大。这张图是多大学生的分布图，一共9.8万学生，里面有2.8万是留学生，留学生比例是挺高的，其中2.3万是本科留学生，占总人数的 23.6%。 按平均学生 4.5 年可以毕业来计算，每年会新增留学生5126名，砍掉 35%还剩3332名。这么算，多大未来2年每年大约会损失1800名留学生，2年一共损失3600，不太到总学生人数的 4%。 那么假设本科留学生每个大学的学签是等比例减少，多大会因为学签减少的政策损失 4% 的学生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多大会从差一级别的学校那里抢本地生源过来的，本来考不上多大的本地学生，现在给你个上多大的机会，你是读多大呢，还是读多伦多都市大学呢？侬不读多大，侬脑子瓦特了，对不啦？同理，大城市会抢中小型城市的本地生源，也就是安省、BC 这样的省份会抢其他小省的本地生源，最后极大概率造成的结果是，所有地区损失留学生比例可能是类似的，但是人口少、就业机会少的省份额外损失了本地生源。其实在加拿大很多名气和城市比较普通的区域，比如海洋3省，本来就是靠着给留学生发签证来支撑自己的学校甚至毕业后的移民群体的。这也是为什么学签收紧政策一出，留学生最多的安省没有听见特别严重的反对声，海洋3省的人先坐不住了。海洋3省大学联盟的负责人 Peter Halpin 表达了不满和抗议。他说16所海洋大学里有差不多 30% 的学生是留学生，这个比例远高于加拿大平均水平 20%。 所以即使加拿大等比例缩减学签政策，相信海洋3省大学受到的损失也是更大的。第3点，加拿大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硕士、博士和小留学生，本科生的路线被堵住了，总有人会曲线救国嘛。在国内读本科来加拿大上硕士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路线，交更少的钱拿更快的 PR， 还能在国内多吃4年保总泡饭啊，排骨年糕。另外一条路线是高2高3开始过来读预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顺势来申请大学本科。我相信这批人都是可以拿到学签的，毕竟他们给加拿大贡献了更多年份的 GDP。 拒绝这批人的本科学签对加拿大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说了这么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减少学签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直接的房地产相关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对房地产市场会有哪些影响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点，总体是利空因素，对缓解加拿大住房危机会有一些帮助。我前面视频聊到了高利息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利空因素，我觉得学签数量减少可以算成第2个利空因素。不过这个利空对房价影响有限，主要还是影响租赁市场。我相信2024年租金上涨的速度会进一步放缓，毕竟砍学签不是砍移民数量，每年新增的可以买房子的移民数量几乎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对房地产的买卖市场来说可以说影响不大。对于解决住房危机来说，算是节流模式的减压了。通过降低租赁的需求，把大多伦多房子特别不够住，减压减到了特别不够住。第2点，小城市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房屋空置率和房价受到的影响比大城市更大。虽然加拿大政府肯定是最想缓解多伦多、温哥华这2个区域的住房紧张问题，但是我并不觉得学生会在各个区域等比例缩减。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虹吸作用是21世纪全球城市运转的最基本法则之一，世界范围内都通用。
这个问题不是人力可以解决的，是时代的产物。留学生产生的经济正向影响，对于加拿大的小城市来说意义重大。相信各方面缩减程度按比例算会大过核心城市。虽然各个区域房租和房价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因为对本地人来说，大城市和名校门槛下降了，本地学生会更容易考到大城市和好学校去，从而让政策的影响没办法完全等比例影响所有区域。相信小城市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无论如何，学签过去2年，我觉得确实是给的稍微多了一点，也给不怀好心的人造假提供了空间。稍微减少一点学签，并不是加拿大的世界末日，也不会对房地产市场和留学生市场造成地震级别的影响。大家不必要过分解读。我上期对2024年的预测依旧有效，也就是2024年租赁市场租金上涨速度会放缓，房价会反弹，期待一个整体向上的2024年。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从帝国大厦的顶楼到地下需要8.8秒。帮我叠足只要1秒钟啊，还不帮个忙先？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